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南千水。在这个频道里，我将和大家分享各种有趣的主题，包括各种知识或新奇有趣的人事物介绍。我希望这个频道能够为你带来娱乐和启发，并且能够启发你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的内容，请记得按下订阅钮，这样你就可以及时收到我的最新影片。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吧。近年来，区块链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本文将从区块链的定义、特性、应用、挑战与未来等方面进行探讨，旨在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资料库技术，最初是由比特币的发明人中本聪提出的。它的核心思想是将交易资料以及其他类型的数据储存在一个由多个节点构成的分散式网络中，每个节点都可以独立地验证交易的有效性。在这个分散式网络中，没有中心化的权威机构掌控着数据，而是由参与者共同管理。区块链的基本结构是由一系列的数据区块所组成，每个区块都包含了前一个区块的加密摘要、时间戳记和交易资料等信息。每个区块都经过加密处理，使其无法被修改或删除。因此，区块链技术能够保护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防止数据被篡改或遭到攻击。在区块链中，节点之间通过共识机制来确定区块的正确性。一般来说，共识机制包括工作量证明 （Proof of Work）、权益证明 （Proof of Stake） 和权益锁定 （Delegated Proof of Stake） 等多种形式。共识机制可以保障区块链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是区块链技术能够实现去中心化的重要保障。区块链技术不仅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应用方面受到了广泛关注，还被认为具有应用于各种领域的潜力，例如金融、保险、医疗、物流、版权保护等。在金融领域，区块链可以用于提高交易效率、降低成本以及减少风险。在保险领域，区块链可以用于加强保险信息的透明度和安全性。在医疗领域，区块链可以用于提高患者医疗信息的共享和保护。但是，区块链技术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问题，例如可扩展性、安全性、隐私性等。其中，可扩展性问题是区块链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因为区块链需要处理大量的交易数据，而传统的区块链技术存在着交易速度慢、交易成本高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新的区块链技术，例如分片技术、轻量级区块链等。另外，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还需要解决隐私性问题。由于区块链上的数据是公开的，所以需要保护用户的隐私信息。研究人员正在开发新的隐私保护技术，例如零知识证明、同态加密等。区块链技术起源于比特币，比特币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加密货币。其创始人中本聪提出的区块链技术是实现比特币去中心化的核心技术，因此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始终与比特币密不可分。区块链技术的核心概念是将交易记录存储在分布式的资料库中，每一笔交易都会被记录在区块链的一个区块中，而每个区块都包含前一个区块的验证资讯，因此所有的交易记录都是相互关联的。这样的记录方式具有高度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因为它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认可和验证。区块链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去中心化。区块链是由分散的节点构成的，每个节点都可以参与到交易的验证和记录中，因此不需要中央机构的介入，这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和透明度，同时也提高了交易的安全性和抗攻击性。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除了比特币之外，还有供应链管理、智能合约、投票、版权管理等众多领域。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对于交易流程的全程监控，从而实现物品的可追溯性，这对于供应链管理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智能合约是区块链技术的一种应用形式，它能够自动执行并根据设定的条件和规则进行资产转移、支付等操作，这大大简化了合约的执行流程。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实现投票和版权管理，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知识产权。随着区块链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出现了许多新的区块链平台和应用，如 Cardano、Polkadot 等。这些新的区块链平台和应用在区块链技术性能和功能方面都有了不同的优化和改进，
使区块链技术能够更好地应用于各种场景和行业中。除了区块链技术本身的发展外，区块链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标准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也越来越关注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逐步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如中国的中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美国的 Digital Asset Blockchain Regulatory Certainty Act 等。此外，国际标准化组织也在积极制定相关的区块链标准，如 ISO TC307。区块链的基础结构是一个由多个区块组成的链状结构，每个区块都包含了一些交易记录和一个指向前一个区块的指针。区块链的每一个区块都具有唯一的识别码和时间戳记，以及经过哈希运算得到的摘要信息。每个区块都是不可修改的，因为任何对其中一笔交易记录的更改都会影响到该区块及其之后的所有区块，从而破坏整个区块链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区块链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是由多个节点组成的网络，每个节点都有一份完整的区块链数据库副本。当新的交易被提交到区块链时，它们会被传播到所有节点上，并经过加密、验证和同意程序后才会被添加到新的区块中。任何节点上的更改都需要经过其他节点的验证和同意，从而确保了区块链数据库的一致性和可靠性。这种分布式的架构具有很强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区块链系统更加安全、稳定和具有弹性。区块链使用的加密技术包括公钥加密、哈希函数和共识机制等。公钥加密技术用于身份验证和数据加密，每个用户都拥有一对公司钥，公钥用于加密信息，私钥用于解密信息。哈希函数则用于确保交易记录的完整性和防篡改，任何修改都会产生不同的哈希值，从而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共识机制则用于确定哪个节点可以添加新的区块以及如何处理节点之间的分歧。常用的共识机制包括公作量证明、抛权益证明、PAS 权益股份证明、DPS。除了上述基础结构，区块链还可以实现智能合约等高级应用。智能合约是一种自动执行的计算机代码，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触发相应的行动和交易。智能合约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应用程序，例如加密货币、供应链管理和投票等。区块链的基础结构和应用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金融领域，区块链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资产交易和支付，增加交易的可追溯性和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领域，区块链可以实现物流信息的实时跟踪和溯源，提高物流效率和质量。在社会治理领域，区块链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投票和民主治理，增强公众参与和政府透明度。区块链是一种分散式的资料库技术，它的特性包括分散式。区块链不需要中央机构或第三方机构进行验证和管理，而是由网络中的每个节点进行验证和管理。不可篡改，区块链使用密码学技术保护资料，保证资料不会被篡改。透明性，区块链中的交易和资料是公开可见的，所有人都可以查看，但是交易和资料的内容是匿名的。去中心化，区块链中的资料不是由单一机构或公司掌控，而是由整个网络中的节点共同管理。自动化，区块链使用智能合约技术可以实现自动化的合约执行和资料管理。安全性，区块链使用密码学技术保护资料，防止资料被非法访问或攻击。区块链是一个分散式系统，由多个节点组成，每个节点都有完整的数据副本，并且相互通信，维护数据的一致性和可靠性。这种去中心化的特点让区块链能够在不依赖中心化机构的情况下运作，避免了中心化机构的单点故障和数据遗失的问题，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区块链中的交易或资讯被分成多个区块，每个区块包含一定数量的交易或资讯。区块之间按照时间顺序连接形成链条，每个区块都包含前一个区块的数据指纹。这种链式结构使得区块链上的交易或资讯不可更改，任何节点都无法修改或删除之前的数据，保护数据的完整性。区块链通常使用加密技术来保护数据的安全性，每个区块中的交易或资讯都被加密，只有拥有密钥的用户才能解密，保护数据的机密性。此外，区块链还使用数字签名技术来确保交易的可信度和真实性。
每个交易都由发起人用私钥进行签名，其他节点使用相应的公钥进行验证，确定该交易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区块链的共识机制是区块链能够实现分散式记录和验证交易的核心机制。共识机制是指在区块链网络中，所有节点通过一定的协议和算法达成共识，确定交易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共识机制的实现需要节点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计算，并且需要保证节点的多数同意，避免出现故障或恶意节点的攻击。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非常广泛，例如加密货币、智能合约、资产管理等领域，其中加密货币是区块链应用最成功的领域之一。比特币是第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加密货币，其去中心化的特点让比特币成为了一种抗通胀、去中心化的货币形式。智能合约是区块链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应用，它是一种自动执行合约的计算机协议，可以实现自动化的合约执行、资产交换等功能。智能合约可以在区块链上实现去中心化的合约执行，减少了人为干预和风险，提高了合约执行的透明度和可信度。资产管理是区块链应用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资产的去中心化管理和交易，并且可以实现资产的追溯和监控。例如，在物流行业中，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货物的追溯，让消费者可以清楚地了解产品的生产和运输过程。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数据库技术，可以在不需要信任第三方的情况下实现数据共享和交换。根据其实现方式和应用场景的不同，区块链可以分为多种种类和类型，以下是常见的几种区块链种类。一、公有链 Public Blockchain。 公有链是指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区块链网络，其所有数据都是公开的，并且所有节点都可以参与记录和验证交易。比特币和以太坊就是典型的公有链区块链。二、私有链 Private Blockchain。 私有链是指只有特定的用户可以加入的区块链网络，其数据通常是私有的，只能由授权的节点参与验证和记录交易。私有链通常应用于企业内部区块链系统。三、联盟链 Consortium Blockchain。 联盟链是指由多个组织共同管理和维护的区块链网络，其参与方需要通过协议达成共识，并且只有授权的节点才能参与验证和记录交易。联盟链通常应用于跨组织之间的区块链系统。以下是常见的几种区块链类型。一、货币区块链 Cryptocurrency Blockchain。 货币区块链是指用于发行和管理加密货币的区块链，例如比特币和莱特币等。二、智能合约区块链 Smart Contract Blockchain。 智能合约区块链是指可以执行智能合约的区块链，例如以太坊和 US 等。三、资产区块链 Asset Blockchain。 资产区块链是指用于管理和跟踪实物或虚拟资产的区块链，例如文化遗产、商品、股票等。四、身份认证区块链 Identity Blockchain。 身份认证区块链是指用于管理和验身份的区块链，可以提供更安全、去中心化和可靠的身份认证系统，例如 Sovereign 和 Uport 等。五、供应链区块链 Supply Chain Blockchain。 供应链区块链是指用于管理和追踪供应链上的物流、货物、支付等信息的区块链，可以实现供应链透明度和溯源性，例如 IBM Food Transfer 和 Walmart Food Services 等。六、能源区块链 Energy Blockchain。 能源区块链是指用于管理和交易能源的区块链，可以实现分散化的能源交易和能源市场的自动化，例如 Power Ledger 和 Gridja 等。除了以上提到的区块链种类和类型，还有一些新兴的区块链应用，例如一、去中心化金融区块链。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区块链是指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的金融服务，如借贷、保险、交易等。这些服务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实现，不需要传统金融机构的参与，例如 MakerDAO 和 Compound 等。二、区块链游戏。区块链游戏是指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的游戏，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和交易，例如 CryptoKitties 和 Axie Infinity 等。三、区块链医疗。区块链医疗是指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医疗领域，可以实现病例共享、医疗数据安全存储和溯源，
健康管理等功能，例如 MediBlock 和 Patientory 等。4. 物联网区块链。物联网区块链是指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物联网领域，可以实现物联网设备的身份认证、数据验证和设备管理等功能，例如 Alta 和 BJ 等。举例如下：去中心化金融区块链。一个人可以通过去中心化金融区块链平台借贷加密货币，不需要通过传统银行进行贷款和还款。在这个过程中，区块链技术确保了安全性和可靠性。区块链游戏，一个人可以在区块链游戏中购买一个虚拟宠物，如 CryptoKitties， 然后将其养育、繁殖，最后可以通过区块链交易将其出售给其他玩家。区块链技术确保了虚拟物品的唯一性和所有权。区块链医疗，一个患者可以通过区块链医疗平台将自己的病历和医疗数据上传到区块链上，这样医生可以更快地诊断和治疗疾病，同时患者的隐私和数据安全得到了保障。物联网区块链，一个人可以通过物联网区块链平台控制自己的智能家居设备，如智能灯泡、智能门锁等，同时区块链技术确保了这些设备的身份认证和数据安全。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分散式的资料库技术，有许多节点共同维护一个分散式的资料库，每个节点都会储存区块链上的所有交易记录，并且透过加密方式将这些交易记录打包成区块，每个区块都会包含前一个区块的数字签名，形成一条连续的区块链。这样的设计使得任何节点都可以查询整个区块链的交易记录，同时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加密货币则是一种基于区块链技术发展出来的数位货币，比特币是第一个成功实现的加密货币，之后也出现了许多其他的加密货币，例如以太币、莱特币等。这些加密货币的核心概念是去中心化和加密保护。去中心化意味着加密货币不需要中央机构或政府进行管理和调控，所有的交易都是由节点之间进行的。加密保护则意味着所有的交易都是透过加密方式进行，使得交易记录无法被篡改和伪造。区块链技术为加密货币提供了一个去中心化、安全可靠的交易环境。在区块链上，交易记录会被多个节点验证，并且以区块的形式连接起来形成一条链，因此无法被单一节点所篡改。同时，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特点也使得它们不受单一机构或政府的控制，因此可以实现匿名、自由的交易。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非常广泛，其中加密货币是其最早的应用之一。其背后使用的区块链技术架构为加密货币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比特币区块链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系统，所有参与者都可以获得交易的副本，并且将交易记录打包成区块，形成一条连续的区块链。区块链技术的优点在于其分散化和去中心化的特性，可以保证交易的安全和不可篡改。由于交易记录被储存在多个节点上，因此即使有些节点被攻击或者出现了错误，整个系统依然可以正常运作。除了加密货币，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应用在许多其他领域，例如在供应链管理领域，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全球货物的追踪和溯源，从而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在物联网领域，区块链技术可以用于保护物联网设备和数据的安全性和隐私性。在资产管理领域，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资产登记和转移的自动化和数位化，从而提高资产交易的效率和安全性。以下是一些区块链的应用场景。加密货币，区块链技术最早的应用是比特币，现在也有其他加密货币如以太坊、莱特币等。区块链的分散式特点使得加密货币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交易、供应链管理。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对产品的全过程追踪，从而实现供应链的可视化、透明化和安全性。这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管理产品，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身份验证，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身份验证，确保身份信息的安全性和隐私性。物联网，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物联网设备之间的安全通信和数据共享，从而实现物联网的可靠性和安全性。选举投票，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透明的选举投票系统，确保投票的公正性和可信度。智能合约，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自动执行的智能合约，从而减少交易中的风险和成本。
医疗保健，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医疗数据的安全共享和管理，确保患者隐私和医疗质量。著作权保护，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著作权的保护和管理，确保作品的版权归属和使用权限。资产管理，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资产的安全、透明和有效管理，从而减少了交易中的风险和成本。慈善捐款，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透明、安全和追踪的捐款系统，从而提高了慈善捐款的信任度和效率。音乐权益管理，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音乐权益的保护和管理，确保音乐创作者和版权持有人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旅游业，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旅游产品的安全和透明的交易，从而提高了旅游产品的质量和信任度。食品安全，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食品安全的追踪和管理，确保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从而提高了消费者对食品的信任度。社交媒体，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平台，确保用户的隐私和数据安全性。版权买卖，区块链技术可以实现版权买卖的去中心化和安全性，确保版权的合法性和交易的透明度。区块链是一种革命性的技术，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和了解。区块链的优点之一是去中心化。传统的金融系统和数据交换系统都需要中心机构或中介机构的参与，这样就存在中心化风险和机构的独占性。区块链技术能够去除中心化机构的参与，使得所有参与者都可以直接交互，降低了中心化风险和机构的独占性。另一个优点是安全性，区块链技术使用了加密技术和分布式储存技术，确保了数据的安全和不可篡改性，有效避免了黑客攻击和数据被篡改的风险。区块链中的每个节点都会对数据进行验证和确认，确保了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区块链的第三个优点是透明度，区块链技术使得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查看和验证数据，进一步增加了数据的透明度和可信度。透明度能够让参与者更容易地理解交易的细节和背景，进而提高交易的信任度和安全性。区块链的第四个优点是可追溯性，区块链记录下每一笔交易的详细信息，使得交易的溯源和追踪变得更加容易。这种追溯性能够有效地帮助管理者和监管者进行风险控制和调查，进而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区块链的缺点之一是能源消耗，区块链的运行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和能源消耗，这对环境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有些区块链技术需要大量的计算能力和能源消耗才能完成数据的验证和确认，这对于环境和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虽然有些区块链技术在这方面进行了优化，但仍然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更加环保的区块链技术。区块链的第二个缺点是效率，由于区块链技术需要完成多次验证和确认，并且需要所有节点进行同步，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交易速度和效率可能较低。例如，在高峰期或网络拥塞时，交易可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对于某些需要高效交易的应用场景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区块链的第三个缺点是规范和法律问题，由于区块链技术的特殊性质，例如去中心化和匿名性，导致了一些规范和法律问题的出现。例如，区块链上的交易可能涉及资金洗钱和非法交易等问题。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监管和处理，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解决。区块链作为一个去中心化、安全性高、可追溯的分散式数据储存和交易系统，其发展前景十分广阔。首先，区块链技术已经应用于数字货币领域，例如比特币和以太坊等。随着加密货币的普及和市场的扩大，区块链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将更加深入。其次，区块链技术还可用于供应链管理、物联网等领域。在供应链管理中，区块链可以实现信息的透明共享、真实可信的数据储存和交换，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效率和安全性。在物联网中，区块链可以实现智能合约、数据验证等功能，从而实现物联网的去中心化和安全性。最后，区块链技术还可以应用于许多其他领域，例如选举、不动产登记等。在选举中，区块链可以实现投票数据的安全、去中心化和透明，避免选举舞弊等问题。在不动产登记中，区块链可以实现登记信息的真实可信，
去中心化和不可篡改，从而提高登记效率和保障产权安全。学习和应用区块链技术需要以下步骤：了解区块链的基础知识。首先，你需要了解区块链的基本概念、架构和运作方式。你可以阅读相关的书籍、文章或线上课程，例如精通比特币或区块链革命等。学习区块链开发。区块链技术的应用需要开发人员掌握相关技能，例如智能合约、区块链编程和加密学等。你可以参加相关的线上课程或工作坊，例如区块链开发课程、以太坊智能合约开发课程等。探索区块链应用，了解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和可能性，并研究实际案例。你可以参与相关的社群、网络和论坛，例如区块链社群、以太坊论坛等，实践区块链技术。你可以通过参与区块链开发项目、创建自己的区块链应用程序或挖矿等方式来实践区块链技术。通过实践，你可以深入了解区块链技术，掌握开发技能和应用场景，持续学习和更新。区块链技术发展迅速，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你可以关注相关网络、社群和线上课程，并持续学习和实践，以保持竞争优势。加入区块链社群。加入区块链社群可以与其他开发者和专业人士交流，分享经验和学习资源。你可以参加区块链社群活动，参与线上论坛或加入社交媒体群组，例如 Telegram 或 Discord 等。了解区块链生态系统。区块链技术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包括不同的区块链平台、应用程序、数字货币等。了解区块链生态系统可以帮助你选择最适合你的技术和应用场景。探索区块链开发工具。区块链开发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框架，例如以太坊、Hyperledger Fabric、Solidity 等。你可以通过了解这些工具和框架的使用方法和限制，来选择最适合你的开发环境和工具。开发区块链应用程序，最终目标是开发自己的区块链应用程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技能，开发不同类型的应用程序，例如去中心化金融 DeFi、智能合约、供应链管理等。开发区块链应用程序需要有持续的学习和实践，但这也是获得最深入了解区块链技术的方法之一。当你开始实践区块链技术时，以下是一些建议：开始小规模。当你开始创建自己的区块链应用程序时，建议从小规模开始逐步扩大，这样可以减少风险并让你更好地理解区块链技术的运作方式。加入社群和网络。区块链技术是一个开放和共享的社群，你可以加入相关的社群和网络，与其他开发者和爱好者交流和分享经验，持续学习和更新。区块链技术发展迅速，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你可以关注相关网络、社群和线上课，实践和测试。区块链技术需要实践和测试，这样才能确保你的应用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建议使用测试网络进行测试，这样可以避免对主网络造成损失。探索其他区块链平台。除了比特币和以太坊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区块链平台和技术，例如 EOS、Stellar 和 Hyperledger 等。建议探索不同的平台，了解他们的优缺点和应用场景，持续学习和更新。区块链技术的发展非常迅速，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更新知识和技能。你可以参加线下的区块链技术交流活动和研讨会，与其他区块链开发者交流经验和学习最新技术。总之，学习和应用区块链技术需要不断的实践、测试和学习。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将在未来的许多场景中得到应用。如果你对区块链技术感兴趣，现在就开始学习和实践吧。感谢大家收看这个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请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可以让我继续创作出更多有趣的影片。同时，有觉得我制作这类型的影片很辛苦的话，请留言辛苦了让我知道，让我们一起成长和进步。感谢你的支持。